浸润泪水的笑声，触手可及的未来。那个男人用稚嫩而又豪迈的宣言，翻开了和之国新的篇章。大家好，我是朱爱本。海贼王漫画1051话，和之国将军光月桃之助已更新，崭新的时代正在开启。本页短期连载继续，解码无感情海游记第13期。解码军团4人会合，炸毁了 Big Man 海贼团的实验室后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。汤堡内似乎无人可挡，但甜点匠心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各位不必逃跑，停下来吧！刚才那条龙好像不是凯多啊！都城内的喧嚣再次平静下来，人们纷纷停下脚步，疑惑地看向浓烟深处，死而复生的花魁小子，换了模样的狂死狼老大，以及不同于凯多的桃红巨龙。那白色烟尘卷动的身影究竟是幻觉还是现实？你的意思是有2条龙？都城前方发生了什么？良久，另一个身影缓缓走上前。你们2个真是出名啊！可是在下等人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否？模糊的身影随着一股声音走近，遥远的记忆悄然浮现。人们终于看清了他的长相，失声大喊：“警卫门阁下！为什么会？你应该已经死了啊！”但那一天，玉田城被大火烧了个精光，接二连三的亡灵现身，亲眼所见都无法令人置信。果然自己真的是在做梦吗？百姓们震惊不已，只能反复擦拭自己的眼睛，想要确认这不可思议的一切，就看到了如同神迹一般的梦幻光景。难道这里是皇权国度吗？我们是什么时候死的？不，就算是做梦还是什么都无所谓了。你不觉得将会有大事发生吗？快去准备光化，要让整个和之国的人都知道。武士们缓慢而坚定的步伐踏出浓烟，步入现实。纵然是历经风霜的岁月之痕，穿越生死的遍体鳞伤，残缺不堪的外貌容颜，也无法掩盖那武士热血炽烈燃烧的耀眼光芒。不会有错的，是赤教九侠，他们都是20年前的已死之人。石夫人说的话果然都是真的。漫天大雪的林后乡，人们聚集在幕布前，观看着花之都的突发事件。刚刚经历了地震的白武乡，人们还惊魂未定。新美乡的街头，越来越多的人被光化吸引而来。九里乡的人们奔走相告，一起到博罗镇里观看都城的情况。因火山爆发受损严重的兔碗监狱也突然出现了光化信号，海贼们都被吸引过去，气得巴巴奴姬大骂：“现在可不是通信的时候啊！”惠比寿镇的村民们也嬉笑着聚集在了幕布前。此刻，整个和之国的人们都在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一切。鬼岛城堡内也接收到了通信，开始播映花之都的光化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只有草帽一伙除外。凯多的儿子，喂，战斗还没有结束吗？大河将路飞送回伙伴身边，刚准备自报家门，没想到一开口就引起误会，慌忙解释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不是敌人，我一直有从报纸上关注你们。那个，我之前一直觉得你们好多都长得不像人类，但实际看起来挺意外的。那你的脚怎么解释？”伙伴们听到凯多的儿子，纷纷凑了过来。大河昂首挺胸，正式介绍自己。总而言之，今后请让我登上你们的船吧，就像光月玉田那样，我叫大河，请多关照啦。这直截了当的入团申请，让草帽一伙猝不及防。闹美乌索普大吃一惊，弗兰奇又惊又疑。3只布鲁克直接来了个爱心发射，超级赞成。罗宾轻笑欢迎，真是有趣的女孩子。唯有海峡圣平一如既往的沉稳。就算你这么说，没有船长的同意，我们是不会接受的。说的也是，路飞不会有事吧？他的那个战斗姿态肯定消耗很大，经历了连番激战，此刻的路飞和索隆已经动弹不得，静静接受着乔巴的照料。大河回过神来，突然发现海贼们正在逃跑。喂，谁说你们可以走了？我们可不想当奴隶啊！大河少爷，给我闭嘴，老老实实站在那，不许动！大河带着哈姆雷特和几名真大一起恐吓楼下的百兽海贼团残党，圣兵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看样子大河确实不像敌人。乌索普对给付者们的立场有点担心，这些家伙现在是站哪边的呢？小玉于是解释起了自己的能力，诺团的力量只能维持1个月，也就意味着下次满月升起之时，所有在这场战争中吃下糯米团子的给付者都会解除影响。有1个月后恢复原状的动物，但也有继续跟我做朋友的动物。大家肯定是选择了自己认为开心的那一边吧。斯皮德似乎听出了小玉的担心，将她抱进怀中。主人，我只要维持现状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马美，我也希望这样，但不是作为仆人，而是像母亲一样永远跟我在一起，那该多好啊！这份信赖与感情早已超越了主仆，在小玉的真情面前，斯皮德被彻底折服。娜美看到了这个孩子身上熟悉无比却又埋藏许久的那份心酸。武士们的惊呼声突然打断大家的思绪，只见光化幕布上出现了惊人的一幕。看啊，小紫也在，景大哥他们在下跪，那个人是谁？在那花之都浓烟深处，光月武士分裂2侧，大道尽头显现出一个神秘人影。自我的父亲光月玉田去世已过去20年，仅仅是一句话就让所有人惊叹不已。能够称呼玉田为父亲的人，难道是在如此长久的痛苦岁月中挣扎？大家咬牙坚持，直到今天。火焰祭典还没有结束，明天开始，各位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买卖，尽情畅饮美酒，干净的水不再需要购买。从那些工厂中再也不会流出危害国家的毒物，和之国再也不需要奴隶。梦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，豪迈的宣言正在改写所有人的命运，整个国家一时陷入沉默。小玉听着那似曾相识的声音，不禁想起了桃子。
美好的未来悄然而至，越过他记忆深处的最后防线。在小玉很小的时候，父母都被强迫成为了采石场中的奴隶，在无休无止的劳役中，每天都有人倒下。某一天，工厂又有4个人死去，小玉的心中开始不安起来。终于，陌生的叔叔将真相告诉了他，尽管难以开口，但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……小玉强忍住泪水，颤抖着听完了残酷的一切，然后默默来到荒山，安葬了自己的双亲。他在坟前跪倒，用尽力气发誓：父亲、母亲，你们好好休息吧，我没关系的。为了不让身处天国的双亲担心，即便只剩自己，也要努力活下去。小玉来到街头，唯一能够谋生的就是将自己编织的斗笠卖出去。她努力地叫卖着，却无人问津。那些头顶着破旧斗笠的人们，也在艰难地挣扎着生活，根本没有钱去买新的斗笠。但小玉没有放弃，白天在城里卖着斗笠，夜里又回到破落的屋子里继续编织着。生活越来越拮据，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饭了，和薄千代一起饿得肚子直叫。对不起，薄千代，我没能把斗笠卖出去。又是一个雨天。小玉来到街头叫卖斗笠，奇怪的身影出现，想要买一顶斗笠，如同大天狗一般的长相把小玉吓了一跳。在了解了这个孤儿的可怜过往后，飞彻感慨万千，决定做些什么。不用怕，再过几年，名为光月的强大武士们就会回来讨伐恶鬼，伸张正义之日就快要到来了。光月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也许年幼的小玉还无法理解，但这个预言如同一束光芒，照进了绝境中的黑暗，成为无数身处煎熬之中的人们最后的希望。未来似乎重新有了期待。真的吗？我会忍耐的，我没关系的。那虚无缥缈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，那遥不可及的希望已经触手可及。这一瞬间，未来悄然而至。脆弱不堪的勇敢，沉重无比的乐观，这本不该属于小女孩的坚强，也终于可以在今天全部卸下。小玉扑进娜美怀中，嚎啕大哭，将这么多年来埋藏在心中最深处的痛苦尽情倾吐。晶莹的泪水挥别最黑暗的过往，如同璀璨钻石，照耀闪亮的未来。当たり前にしてやるから。俺たちがこの国を出る頃には、お前が腹いっぱい飯食える国にしてやる。大蛇暴虐的日子，畏惧凯多的日子，已经全都结束了。我等在海外遇到了值得信任的同伴，并与他们组成了忍者、海贼、毛皮族武士同盟，一起讨伐了鬼岛。凯多、大蛇、百兽海贼团，如今我等把威胁着这个国家的所有邪恶全部击败了。神秘人影高举长剑，向所有人宣告这场战争的胜利。这冲击性的结果轰炸着所有人的现实，百姓们终于从接连不断的震惊里见到了真正的曙光，喜极而泣。把那群怪物打倒了吗？可恨的大蛇也不在了吗？唯一不太乐意的大概只有基德了。他刚刚说什么？同盟？压抑至今的所有深重苦难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狂欢，人们相拥而泣，振臂高呼，庆祝这个国家的重生。我们绝不会忘记那些将这场讨伐行动化为可能的恩人们的存在。气氛烘托到这里，整个和之国已经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。神秘人却突然沉默了，颤巍巍地问向旁边的警卫们：“警卫们，怎么办？之后我该说些什么？虚张声势也行，说些振奋人心的话吧。”神秘人故作镇定，强忍住心中的紧张。那个男人说过的话应犹在耳：“你只是个装饰品吗，桃子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畏惧吗？”父亲给在下取的名字，意义为天下无敌。就算是干涸的大地，在下也要让这个国家变成桃源乡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我们需要人手，请大家把力量借给我。跨越了20年的时光，我们是来拯救大家的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光月桃之助将统治和之国。月眉星目，乱发不羁，身披8指神鸟，背负星月之牙，腰间是能够将天空都斩落的天羽羽掌，脚下是海浪拍打烈焰的和之国印记。那宛如光月玉田在世的伟岸身姿，回应着20载人们的翘首期盼。这曾经熟悉无比的身影，却有着全然不同的气势，将引领这个国家走向崭新的未来。在悔恨中度过遥远的时光，孤悬海外，在悲愤中扭曲了自己的样貌，栖身至暗，在痛苦中忍受着剧毒的侵蚀，苟且偷生。20年的漫长冬夜，每一天都是刺骨严寒。比死去更需要勇气的是咬紧牙关、坚持到底的决心。悲鸣于心中回响，颂唱着希望之歌，呐喊自由。母亲大人，我会遵守约定。父亲大人，我会努力追赶您的背影。人们哭喊着桃之助的名字，宣泄着这漫长苦难的终点。从遥远的大海一路航行至今，见证了这个孩童一步一步成长为真正的将军。这场胜利属于所有伙伴。真正的将军回来了，我们已经恭候您多时了，桃之助殿下。花瓣翩然起舞，刀刃收回刀鞘，落英缤纷的未来已经到来。这里是举世闻名的武士之国，正在抬头仰望夜莺的是一名年仅8岁的大丈夫，比常人更重情重义，力量还稍显稚嫩。被后世广为流传的和之国一代名将军光月桃之助就此诞生，威风堂堂，迈向未来。以上就是《海贼王》1051话的全部内容啦。下周不休刊，本话和之国篇迎来最终的高潮之时，
隐忍了20年的痛苦，在这一话尽情宣泄，泪水与欢笑交织而成的心声，掀开海贼王故事的崭新一页。下一期我们来回顾和之国篇还未交代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